今天我们要聊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健康警讯，眼睛模糊竟然可能是肾衰竭的征兆。很多人以为视力变差只是年纪大或用眼过度，但肾脏科名医提醒，当你的视线开始变得雾茫茫，看东西不清楚时，千万别只怪眼睛，很可能是肾脏在向你求救。听起来不可思议吗？今天就让我们深入探讨眼睛与肾脏的秘密关联，以及肾不好时绝对不能碰的3大食物，让大家远离洗肾与尿毒症的威胁。肾脏是我们身体的沉默英雄，每天24小时不停运作，替我们滤出毒素，排出废水。然而，正因为肾脏工作勤劳又低调，它生病时往往不会明显喊痛。我们的肾脏没有像心脏、胃那样敏感的痛觉神经，即使受损超过一半，身体也不一定立刻发出警报。因此，肾衰竭常被称为沉默的杀手。很多人直到肾功能只剩下 10% 甚至更低时，才发现事情大条。但其实在这之前，我们的身体早就给出了种种暗示，只是容易被忽略。其中一个出乎意料的暗示就在我们的眼睛。曾经有位年轻的工程师，平日身强体健，从没想过自己和肾脏病会扯上关系。有一阵子，他总觉得视线雾蒙蒙的，刚开始以为是熬夜或用电脑导致的眼疲劳，没太在意。直到有一天早上，他突然发现自己看东西变得非常模糊，仿佛眼前盖了一层白纱，赶紧挂号眼科。检查结果却让他大吃一惊，不是近视加深，不是白内障，而是眼底出血。医生追查病因，发现罪魁祸首是他的高血压，而高血压进一步追根究底，竟是因为肾脏已经严重受损。这位30多岁的年轻人就在视力模糊的提示下被诊断出慢性肾衰竭，而且已经是第5期末期，必须立即开始洗肾治疗。这样的故事听起来令人震惊，但在现实中绝非个案。许多肾脏出了问题的人，早期都把一些征兆误以为是其他小毛病，错失了黄金治疗时机。为什么肾脏不好会影响到眼睛呢？道理其实不难理解。我们的肾脏和眼睛看似风马牛不相及，其实有着密切关联。首先，肾脏和眼睛都布满了微小的血管。当人体出现像高血压、糖尿病这类伤害血管的慢性疾病时，肾脏的微血管会受损，眼睛的微血管也难逃结束。例如，糖尿病患者除了肾脏容易病变，也常出现视网膜病变，导致视力模糊、视野缺损。所以，一旦全身血管功能变差，肾脏和眼睛往往会一起遭殃。微血管最密集的地方之一就在眼睛。当肾脏过滤功能退步、血压飙高或代谢失衡时，眼睛可能率先出现警讯。眼球有许多敏感的构造，高血压会让眼底血管破裂渗血，肾功能异常导致的矿物质堆积则可能在角膜形成沉淀，甚至诱发白内障或其他眼疾。中医古语也有同人属肾的说法，意思是肾精不足会影响视力。现代医学的观察更证实，慢性肾病患者罹患各种眼睛疾病的风险都显著增高，包括角膜病变、视神经受损、视网膜病变等等。如果肾有出现眼睛红肿、刺痛、视力骤降等情况，绝对不能大意，因为那极可能是肾脏拉响的警报。同样地，一般人若没有明显用眼过度，却莫名出现视线模糊、眼前发黑、看东西有黑影飘来飘去等现象，就要提高警觉，最好主动检查一下血压、肾功能等指标，别让隐藏的肾脏问题继续恶化。除了眼睛模糊，其实身体上还有不少地方都藏着肾衰竭的前兆，只是很多人没联想到肾脏。比方说早上起床照镜子，发现眼皮浮肿，或是晚上睡前脱下袜子，看到脚踝小腿有压出的凹痕久久不散，这种反复出现的水肿可能就是肾脏过载的信号。又或者小便起泡很多，而且久久不散，那不是如厕水压强，而可能是尿液中跑出了过多的蛋白质，意味着肾脏的过滤功能出问题了。再来，夜尿变得频繁也是警讯之一。正常人半夜通常不需要起来上厕所，若你总是3更半夜被尿意憋醒，当心得去检查肾脏。还有一种常被忽略的情况是经常抽筋，特别是半夜脚抽筋、腿部痉挛，这可能和肾脏无法平衡体内电解质有关。当肾功能不好时，钙、
钾、镁等离子浓度紊乱，就容易导致肌肉神经的异常放电，引发抽筋。若你平时不常剧烈运动，却总莫名抽筋，也该留意肾脏健康。除此之外，慢性肾衰竭患者常见的症状还包括疲倦乏力、脸色蜡黄、食欲不振、恶心想吐、口中有金属味等，这些都是因体内毒素累积而产生的影响。有些人甚至皮肤会又干又痒，或长出咖啡色的沉淀斑，那也是肾脏疾病的信号之一。总之，肾脏不像心脏会胸痛，肺部会咳嗽，它出毛病时很多症状都很模糊不典型。如果以上提到的种种状况你经常碰到，千万别只当作年纪到了、熬夜造成的正常现象，很可能是肾脏在默默求救。赶快去做个血液或尿液检查，确认自己的肾指数是否正常，早发现早治疗，才能避免进一步恶化。说到这里，大家应该了解肾脏出了问题会多么影响全身，甚至连眼睛都可能遭殃。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现代人这么容易肾脏出毛病呢？有人一听到肾不好就怪罪遗传或年龄，但事实证明，多数人的肾脏病其实祸从口入，也就是说，你每天吃下肚的东西决定了你的肾脏未来的命运。台湾有洗肾王国之称，慢性肾病盛行率在全球名列前茅。根据卫生单位统计，台湾平均每9个人就有1人罹患慢性肾脏病，这么惊人的比例和我们的饮食习惯息息相关。现代人大鱼大肉、甜食饮料不离手，重咸重油的外食当家，常年下来肾脏哪里受得了？很多食物看似美味无害，实则是披着羊皮的伤肾大野狼，在你毫无防备的情况下，一点一滴侵蚀肾源，等到问题爆发时往往追悔莫及。今天我们就请出肾脏科权威洪永祥医师来为大家揭晓肾不好千万别碰的3大食物，也就是他点名的伤肾美食前3名。请大家睁大眼睛，看清楚这些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地雷，赶快避开，别再让他们悄悄伤害你的肾。第1名，珍珠奶茶。这可能很多人都有猜到，没错，就是你手上那杯香甜 Q 弹的珍奶。谁能想到，一杯看似疗愈的手摇饮，对肾脏却是极大的负担。问题就出在珍奶里头惊人的高糖分。一般700毫升的大杯珍珠奶茶，含糖量大约有50到60公克之多。如果选择全糖，光是喝下半杯，你一天建议摄取的糖分就已经爆表。而且珍奶里常用的是高果糖糖浆，比起一般的蔗糖更伤身。果糖在肝脏代谢时会产生过量的三酸甘油酯和尿酸，让脂肪堆积，诱发脂肪肝和痛风。长期爱喝含糖饮料的人，体内胰岛素阻抗也会上升，糖尿病和高血压找上门的几率大增。这2大慢性病正是肾脏的头号杀手，几乎1半的末期肾衰竭患者病因都是糖尿病肾病变或高血压性肾病变。换句话说，你每喝下一杯甜滋滋的珍奶，都等于是在加速肾脏老化的一步。如果还贪图口感加料，珍珠、布丁等配料热量更高，可能导致肥胖，而肥胖又会进一步恶化胰岛素阻抗和血压问题，可谓雪上加霜。有人或许会说，那我改喝无糖的总行了吧？确实，无糖奶茶少了高糖危害，但别忘了，奶茶里头的奶精和反式脂肪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廉价奶精含有大量反式脂肪，会提高体内坏胆固醇，伤血管伤肾脏，同样需要忌口。总之，甜饮料对肾脏的伤害是隐蔽而深远的。年轻时每天1杯不觉得怎样，但等到30-40岁，糖尿病、高血压、痛风一起报到，肾功能也往往跟着每况愈下。想想那些在洗肾中心透析的患者，有多少是一路从奶茶配炸鸡的生活中走到肾衰竭的？所以从今天开始，为了肾脏健康，还是把珍珠奶茶当作偶尔奢侈的小点就好，绝不能天天不离手。多喝白开水或者无糖茶饮，虽然少了甜头，却是真正对身体好的选择。第2名，日式拉面。一谈到拉面，肾脏科医师可是直摇头。日本拉面以浓郁的汤头驰名，但那碗汤其实就是高盐陷阱。一碗热腾腾的豚骨叉烧拉面，汤头又咸又浓又油，含钠量动辄超过一整天建议摄取量。高盐饮食会对肾脏造成3重打击。首先，
钠离子过高会干扰肾小球的过滤平衡，让肾脏负荷变重，长期下来过劳损坏。其次，太多盐分会使血液中的水分滞留，引发高血压，而高血压又会进一步伤害肾脏细小的血管，形成恶性循环。第三，高盐往往伴随水肿问题，很多爱吃重咸的人手脚脸部经常浮肿，这是身体细胞里的水排不出去。肾脏是排水大户，老是处在体内水盐失衡的状态下，功能也会跟着每况愈下。不仅如此，拉面配料中的加工、叉烧、腌制竹笋等也都盐分极高，加重身体负担。若是外带泡面或科学面等速食面，更是把大量钠和油浓缩在小小一碗中，含盐量、油脂都惊人，属于伤肾快车。经常吃拉面、泡面的人，除了肾脏容易受伤、罹患胃癌、食道癌等的风险也比较高，因为高盐对消化道黏膜刺激大。洪永祥医师就提醒过，像拉面这样的重咸食物真的是肾脏的大敌。有些人吃拉面特别爱喝汤，觉得精华都在汤里，但那满满的白汤其实隐藏超量的盐和脂肪。千万记住，拉面汤再好喝也不要全喝光，品尝几口过瘾就该适可而止，更别天天以各种咸汤面当正餐。如果实在很爱面食，建议选择清淡的汤头，少放调味料，或者干脆自行烹调，至少能掌控用盐量。总之，远离高盐就是远离肾病。高血压不找上门，肾脏也会感激你。吃东西前记得问问自己，这一口会不会太咸？主动养成清淡饮食的习惯，将来才不用为透析烦恼。第三名，炸鸡排，酥脆多汁的咸酥鸡。鸡排是许多人宵夜、下午茶的爱，但这种油腻的酥香背后，隐藏的健康风险可不只是发胖而已。首先，油炸食品本身热量惊人，高热量容易让人发胖，而肥胖会提高高血压、糖尿病的风险，间接伤肾。再者，更可怕的是反复使用的老油，很多路边摊为了节省成本，一锅油炸好几天不换，新鲜的鸡排在滚滚黑油中泡熟，早就沾满各种氧化物和致癌物质。油品经高温分解，还可能产生对肾脏有害的重金属微粒。长期吃这类杂物，等于把毒素吃进身体，肝脏、肾脏要额外辛苦帮你解毒排毒，时间一长就会不堪重负。洪医师指出，炸鸡排这种食物不仅让人发胖，对心血管也是一大威胁。胆固醇和油脂会堵塞血管，同时也伤肝伤肾，甚至有致癌风险。更别说很多人吃炸鸡排时还爱配含糖饮料、啤酒，一咸一甜双管齐下，对肾脏的杀伤力更是加倍。试想3不5时就来一份炸鸡配珍奶，长此以往，肾脏能不坏吗？所以无论年轻人还是长辈，都该少吃油炸食物，偶尔解解馋可以，但绝对不能养成习惯。想想看，为了一时口腹之欲，却把自己的肾一步步逼向洗肾室，那代价实在太大了。如果嘴馋想吃鸡，可以选择用烤箱或气炸锅自己动手，减少油脂残留。总之，凡是浮夸香酥的食物背后，往往藏着对健康的不友善，尤其是对我们默默工作的肾脏。记住，少油少炸就是对肾最好的保护。以上提到的3大伤肾美食，可以说分别代表了高糖、高盐、高油3大地雷。除了这3样之外，生活中还有不少食物对肾脏很不友善，也要小心。例如加工肉品如香肠、肉松、培根等，含有大量盐分和食品添加物防腐剂，吃多了不仅增加肾负担，也可能因为防腐剂中的磷钾过高，让肾脏病变风险上升。再比如常见的油条、烧饼等早餐，很多人天天吃却不知道其中玄机。油条在制作时常用含铝的明矾发粉来增加酥脆，但铝这种重金属一旦摄取过量，会伤害大脑和肾脏，被认为和失智及肾衰竭都有关系。烧饼、面包则通常加了大量的油脂和糖，属于高热量低营养的食品，长期把它们当主食，容易发胖和代谢异常，同样间接拖垮肾脏。另外，有些看似健康的东西，其实也潜藏伤肾因子，例如素食店的蔬菜汤，汤底可能钠含量爆表，市售谷片早餐号称高营养，但有些牌子含糖量高或额外添加磷酸盐增加风味，吃多了反而让肾脏负担重重。
这些例子提醒我们，在饮食上千万不要被食物的表面印象欺骗。肾脏科医师形容它们是容易被忽略的肾脏杀手，因为我们日常习以为常，一不小心就过量，日积月累便酿成大祸。如今既然名医已经帮我们找出这些头号敌人，我们就该尽量回避，戒掉不良饮食习惯，才有机会让自己的肾脏撑得久一点，用得久一点。当然，光是远离伤肾食物还不够，我们也要积极采取一些护肾的好习惯来保养我们的肾脏。洪永祥医师总结出一套简单好记的护肾口诀：3少、3多、4不、1没有。所谓3少，就是吃的少油、少盐、少糖。这其实和我们刚刚讨论的相呼应，油炸、重咸、含糖的东西少吃，自然就减少了对肾脏的伤害。接下来3多，指的是多新鲜、多野菜、多喝水。多新鲜是鼓励大家选择新鲜天然的食材，少吃加工食品。多野菜则一天至少3份蔬菜，提供足够的膳食纤维。多喝水更是保肾基本，要让肾脏有足够水分去代谢废物。然后是4不：不抽烟、不憋尿、不熬夜、不乱吃来路不明的成药偏方。抽烟会让血管硬化，减少肾脏供血，务必要戒。憋尿会让尿液滞留，增加感染风险，也容易结石伤肾，所以有尿意一定要及时排空。熬夜伤身大家都知道，对肾脏也不例外。长期睡眠不足会扰乱肾上腺素和血压调节，最好规律作息。最后，绝对不要乱吃偏方和不明药物，很多中草药或成药含有肾毒性，一不小心就可能诱发肾炎或加重肾损伤。最后，1没有指的是没有尾鱼肚，也就是不要有大腹便便的代谢症候群，维持健康体重和腰围，避免肥胖。3高就是给肾脏减轻负担。总而言之，好的生活习惯就是最好的护肾良方。千万别以为年轻力壮就能挥霍健康，40岁以后肾脏功能会开始明显走下坡，这已是人体的自然规律。如果不好好爱惜肾脏，等到了50、60岁，可能早早就踏上透析的不归路。反之，如果从现在开始遵循3少3多的饮食原则，加上4不1没有的生活规范，你的肾脏一定会感谢你，回报给你长久的健康。除了饮食和作息，有没有其他方法可以帮助我们的肾脏维持在最佳状态呢？这里也分享2个相当实用的小秘方。第一个是定期运动。许多研究和临床经验都证明，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对肾脏大有裨益。曾有肾友透过持续3个月，每周数次的规律运动，让原本下滑的肾功能指数明显改善。运动可以降血压，促进新陈代谢，还能减少内脏脂肪堆积，间接改善代谢症候群。对于已经是第3期、第4期肾病的人来说，运动更是帮助延缓恶化的关键之一。不过要注意，肾不好的人运动时别过度剧烈，散步、慢跑、游泳、太极这类温和的有氧运动最适合，重训也可适量进行，但不要过度。每次运动40分钟左右，一周至少3天，养成习惯后，肾指数往往会有令人惊喜的进步。第2个秘方听起来很简单，却效果惊人，那就是泡热水澡。也许你会问，洗澡跟肾脏有什么关系？原来泡澡时全身毛孔张开流汗，水溶性的毒素和重金属可以随汗液排出体外，等于替肾脏分担了一部分排毒工作。洪永祥医师分享过，有洗肾的患者坚持每周泡澡几次，结果身体水肿和血压都有所改善，就连尿毒症引起的皮肤痒、睡不好也获得了缓解。对于还没洗肾的高龄肾友，泡澡更能促进全身血液循环，而肾脏的过滤效率和肾血流息息相关，循环变好，肾小球得到较多血液灌流，工作起来也比较带劲。所以每周给自己安排几次泡澡时光，不但放松身心，还真的是对肾脏有益处的养生方法。不过泡澡时间别太长，大约20到30分钟，微微出汗即可，避免水温过高或时间太久导致不适。养成规律泡澡排汗的习惯，让肾脏外的第2条排毒通道也运转起来，你的身体一定会更加轻盈舒爽。最后有一点特别要提醒，给已经有肾功能不全或家中有肾病患者的朋友，
千万不要乱尝试来路不明的食疗偏方，否则后果可能非常严重。坊间流传不少号称排毒、降血糖的偏方，对肾脏不但无益，甚至可能带来致命危机。其中最出名的就是杨桃，你没看错，就是那个酸酸甜甜的杨桃。一般人吃杨桃当然没问题，但对于肾脏衰竭的人来说，杨桃里含有一种神经毒素，他们因肾功能不足，无法顺利排出这种毒素，结果造成中枢神经中毒，多可怕呢？有不少慢性肾衰竭或尿毒症患者吃下杨桃或喝了杨桃之后，出现手脚瘫痪、意识模糊，甚至昏迷不醒，严重的在短时间内就不治身亡。医学上甚至把这种现象称为杨桃中毒症。所以医生再三告诫，肾不好绝对不要碰杨桃，哪怕再想尝鲜解渴也要忍住。事实上，正常人如果暴饮暴食大量杨桃，轻则也可能引发恶心、呕吐等不适，更何况肾功能差的人。由此可见，当身体的过滤器坏掉后，很多平常无害的东西都可能变成毒药。因此千万记住，不要迷信民间偏方，任何进补或食疗前务必咨询专业医师，才能避免好心做坏事。总结来说，肾脏健康关乎全身，而日常生活中许多被我们忽略的小细节，其实早已在透露肾脏的状况。眼睛莫名的模糊也好，脸肿脚肿也罢，那都是身体在对我们说话。如果我们能及时聆听身体的声音，调整饮食和生活习惯，其实肾病是可以预防甚至延缓的。反之，若是一再忽视这些警讯，继续放任高糖饮料、高盐美食、高油杂物在餐桌上横行，总有一天肾脏可能不堪重负而亮红灯。我们当然不希望最终走到需要透析洗肾的地步，更不愿意与可怕的尿毒症为伍。所以现在就行动起来吧，从戒掉伤肾的3大食品开始，远离过量的糖、盐和油，养成3少3多4不1没有的健康生活规律。平时多关注自己的身体信号，定期检查肾功能，给自己的肾脏多一分爱护，它就能回馈你10分的健康。让我们一起努力，保护这对沉默而珍贵的脏器，远离洗肾的命运，拥有清晰明亮的双眼和健全无虞的身体，迎向更长久的幸福人生。